叫泰坦的都没有什么好结果。难道忘了泰坦尼克号吗？最终不也沉没了吗？黑针 shop 的人找到了，就在你公司附近。我现在就发他的照片跟定位给你，我们一起去团灭他。定位，快，快！怎么了？什么事儿这么着急？哦，回来跟你说。那还等你吃饭吗？哦，不用等我了。哦，那注意安全。干嘛去？干嘛去？不知道啊。你自己男朋友动向你不知道啊？我鄙视你。哼。秦爷你还信不过吗？我有什么可信不过的？我又不是他女朋友。我是提醒你，你不要以为自己得手了就什么事都没有了。爱情这种东西，你保持警惕啊。还保持警惕？你防贼呢？那得多累啊！再说了，感情里双方不就应该互相信任的吗？心真大。到了吗？他现在在商场1层。我到1楼了，我到1楼了。我跟丢了，他现在在地下1层。秦野，霍老师。
跟丢了。我跟他到了一个咖啡厅，正好遇到了霍老师，和霍老师聊了几句，一转眼，孟凡竹就不见了。可壁咚不是把他的定位信息和你的地图软件绑定了吗？怎么会跟丢呢？我在垃圾桶里面找到了他的手机，我在想，他应该是识破了我植入的追踪系统了。那怎么办？他现在已经知道自己暴露了，应该不会再出现了。现在也没有什么办法，就等他自己出现吧。不过，几率应该是很渺茫。你刚刚说你跟着他就遇到了霍老师，你说他的接头人会不会就是霍老师啊？我说你的脑洞也太大了吧！霍老师是 Alice 最大的股东，他有什么理由坑自己呢？再说这么多年，他一直很帮助我们，他是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来的。应该只是巧合而已。这有什么不可能的？在我身边这么多稀奇的事情都发生了，我并不觉得奇怪啊。我就觉得陆准的嫌疑很大。为什么？真 Sharp 一出事，他就接了默许的股份，成为 LSA 的股东，并且他跟默许都是卢顿集团的人，他们布局了这么久，肯定对 LSA 有更大的阴谋。你说的好像有点道理。不过如果是陆准的话，他怎么可能一出事就加入董事会呢？这也太明显了吧！按照他以往的做事风格，绝对不可能露出这么大的破绽来。不管孟凡竹背后的人是不是陆准，他们一定还会有别的动作。我说你就别操心了，你都已经离开公司了。再说公司有霍老师看着，暂时应该不会出太大问题。对呀，你就放轻松点儿。壁咚，那孟凡竹还得继续麻烦你了。那行吧，我先回去了，我感冒还没有好，还有点不舒服。我送你。好啊。那俩慢点儿。拜拜拜拜。你有没有觉得秦野今天很奇怪啊？没有啊。没什么，就当我随便说说。真服了，你脑洞开得太大了。你盯着我看什么呀？快点找孟凡竹去。不找了，为什么？以他那种级别的黑客，一旦有了准备，就不可能再出现了。说到底啊，还是你的安全系统出现了问题。我现在啊是给你补偿错误的机会，你要好好把握，懂吗？补偿错误有很多种方式啊，抓到他只是其中一种。那第二种是什么？第二种是之后再说，今天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。什么事儿？吃饭啊，庆祝我们两个双双都失业了。你做事太不小心了，今天跟踪你的幸亏是秦野。我没想到他们那边有个高手，是我大意了。定位追踪程序解决了吗？手机已经被我扔进垃圾桶了。这段时间你不能再露面了，包括在网络上。不过你放心，钱我已经打在你瑞士银行的账户上了。这件事情了结之后，你随便去哪儿都可以。收到转账短信，我立马走人，你也再也不要联系我。你放心吧，你不这样说，我也会这么做的，因为这件事情你已经帮不上忙了。要不是5年前你拉我上船，我也不至于到今天这样。Bonjour, monsieur.
搞定。当年的事我也不想那样，我只是想让他出点意外，没想到会是这样的结局。谁能想到，事情都过去了这么久了，怎么还会有人来替他报仇啊？事情要像你想象那么简单就好了。打住！你什么也别说，我什么也不想知道。我们也算是同风雨共患难了，来，干一杯。明知道我失业了，还宰我这么贵的。哎呀，小屁孩就是不懂事儿。那有什么的？大不了我养你啊。什么？我说，大不了我养你啊。我跟你说啊，菜可以点贵的，话不能说贵的，懂吗？我是说真的。在自己没有能力的时候啊，不要承诺自己做不到的事儿。你都没有给过我机会，怎么知道我做不到啊？你天天这么说啊，小心我当真。我对你的感情本来就是真的啊，你干嘛不当真啊？年轻人呢，总是对爱情抱着憧憬和希望。其实这是好事儿，因为我年轻的时候也这样。你干嘛把自己讲那么老？你不过也才28岁，不是吗？可是你呢？你只有23岁，咱俩差5岁呢。你要把天聊得这么死吗？我说的是事实啊。你姐说的没错，咱俩不适合。你别跟我提我姐，要不是因为我姐，我们早就在一起了。你到底喜欢我什么？我喜欢你骂人的样子。犯贱。对，就是这样。不聊我们的事情了。你呢？你有什么打算？没想好。不过，以你的能力、名声、影响力，一定会有一堆工作排队等着你上门的。到时候你飞黄腾达了，要带上我，滚！遵命。哎，你给我起来！你干嘛呀？这么多人呢，快坐。你也不要跟我开玩笑，你说的话我全部都会当真的，知不知道？当真就当真，反正姐姐也不负责。我可不想要那么多姐。姐姐多了多好啊，那么多人关心你。你跟你姐怎么样啦？吵了一架，她现在不理我了。我这次没有把你关起来啊。这才证明她真的生气了。没事儿，你回去啊说几句好听的，毕竟是一家人嘛，啊，听话。
姐，你下班了。你不要生气呀，生气会显老的。你个小鬼头，就知道哄我开心。那你不生气了吗？我什么时候真的生过你的气啊？我就知道，你最好了。我有个惊喜要给你，不过你要闭上眼睛。啊？你又搞什么玩意？都别看啊！你们也别看啊！慢点，小心小心！小心！到了没啊？马上就到了。小心小心！到了到了，坐吧。Surprise！ 这什么？你做的？嗯。还记得你上次给我做吃的，还是你考上大学的那天呢？你还记得啊？当然记得了，那是我这辈子吃到最好吃的一碗面，怎么会忘记呢？那你快尝尝我这勤劳的小松鼠给你做的果仁蛋糕，有你最喜欢吃的能量果仁哦。这么用心啊？那当然。怎么样？味道怎么样？只要是我弟弟做的，那就一定是最好吃的。姐姐，对我来说，你就和妈妈一样。爸妈都走得早，我在这个世界上最亲的人就只有你了。所以有时候我对你严厉了些，希望你不要怪我。我怎么会怪你呢？爸妈去世那年，我刚初中1年级，你刚考上大学，叔叔把持着公司。那时候，你连大学的学费都是自己挣出来的，我都不晓得那些日子你是怎么撑过来的。好在现在也熬过来了，只是这些年我一直忙着赚钱，忙着和叔叔抢夺公司的控制权，对你的关心和陪伴都太少了。姐姐觉得特别亏欠你。其实，你为我做的已经很多了。要说亏欠，是我亏欠你才对。作为家里唯一的男人，不但什么忙也没有帮上，还老是惹麻烦。上大学的时候，你忙着赚钱，还要照顾我；毕业了，又要跟叔叔夺回公司。你一直没有什么机会享受自己的生活。我那天还这么说你，对不起。好啦，你已经道过歉了。再说，你说的也都是事实。不过呢，好在现在我弟弟很优秀，也很有出息，让我觉得我做的这一切都是值得了。相信爸妈在天上看见你现在的样子，也一定会很开心的。来吧，你也来试试看自己的手艺吧。怎么样？自己也觉得很好吃吧？哎，约我来这儿行吗？反正现在所有人都知道咱们俩的关系了。想喝点什么？水。来中国这么长时间了，是不是已经厌烦了？这个还需要问吗？倒是你，你已经成功的进入了 IC，
成为公司里的第2大股东，你本可以借着真 shop 的这件事情低价收购霍泽宇手上的股份，把公司全部的控制权拿回来。你为什么不这么做？只可惜，他不接受我提出的价码。价钱我们可以坐下来慢慢谈，你谈不拢我去谈呢。不行，我不可能轻易的放过他。那你想怎么弄？让他身败名裂。霍泽宇，就是他，就是他要害我的。Monsieur Lou, j'ai examiné les résultats de votre rapport de santé. Il apparaît qu'il y a quelques anomalies. Il faudrait que vous alliez voir mon confrère, le docteur Martin. C'est un grand neurologue.你以为你跑到了法国，我们就抓不到你了？把你的 boss 说出来，请二位把他带走。你说的背后的那个 boss 是霍泽宇。对，我一直尊敬的霍老师。所以你突然间答应我回法国，是你设的局？我错了，我一直相信爱情的背叛，一直活在自己编织的假设里面。
直到那天我听到沈嫣和秦野的对话，我怎么就没有早点发现那场车祸是有问题的？我真的不敢想象，这5年来他到底经历了什么。他一定恨死我们了，可他连一点解释的机会都没有给我。怡安，七爷在天上看着呢，他知道我们是无辜的，他会保护我们的。我一定要查出那个凶手。我差点忘了告诉你了，我和文喜遇到了那个在法国出现在企业病房的男人，只可惜在警方来之前，他就已经逃跑了。那他为什么会突然出现在中国？难道又要对谁动手吗？这个人非常危险，我来就是为了告诉你，最近你一定要注意安全，我怕这个人会对你不利。秦野的话倒是提醒了我，为什么这个幕后黑手沉寂了5年，偏偏赶在我们回来的时候他突然出现？当然，可能是因为秦野发现了那个墨镜男的行踪。这个墨镜男来找秦野是为了斩草除根，可是呢，在秦野身上并没有发生什么，那我就想到了另外一个原因。什么原因？我和你，我们回到中国，处处针对 Alice， 针对秦野和沈嫣，一定是那个幕后黑手发觉了什么。你告诉我，如果你是他的话，你会怎么做？调查你跟我的底细。所以，当你要求我回法国的时候，我同意了。当时你在想，5年前的那个幕后黑手，如果再调查你跟我，就一定不会放过这一次跟踪你回法国的机会。你去法国的机票我帮你订好了，一会儿送你去机场。法国？你要去法国吗？你还没跟耶娜说呢。我本来是打算马上告诉你的，没想到他这么快就把机票买好了。我怎么一点儿都没看出来呢？这事儿你连我都瞒。你不也一直瞒着我吗？你明明知道5年前沈嫣和秦野并没有上床，可是你没有告诉我。你就是怕我和沈嫣旧情复燃，影响了我和耶娜的关系，所以你想着法儿的把我支走，为的就是把沈嫣尽快的赶出 Alice， 完成任务。这样，我这辈子都不用来中国了，我这辈子都不会再见到沈嫣了，对吗？对。不过这I3这件事情不是我做的。我相信你没有必要隐瞒我。我怀疑是霍泽宇监守自盗。你这么一说，倒是提醒我了，好像我也被他利用了。您不愿意卖我股份，这没关系，但我还是要跟你打声招呼。沈一恩必须得出董事局，而且他在 CEO 的位置也做不了几天了。哼，好大的口气，那要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了。我有没有这个本事，很快您就知道了。所以事情一发生，沈一恩第一个怀疑的是我。霍泽宇是怕你继续下去会查到事情的真相，所以不管是牺牲沈一恩也好，还是让你们两个斗得两败俱伤也好，他的目的只有一个，尽快的平息事端。从这件事情可以看出，为了自保，他可以牺牲任何人，包括沈一恩。那天你从我要公司的股份，把沈一恩踢出 Alice， 其实就是为了保护他，对不对？你可以这么理解。这样也好，每年动起手来，你还有牵挂。
你这算是理解我了？就算我理解你，我也要提醒你，你已经有了耶娜了，何况沈燕。我明白。我伤了很多人。OK。哎，我们是不是应该把耶娜送回法国呀？她留在这里有点危险。我之前跟你说过，你是拒绝的。现在婚都已经求过了，你觉得耶娜她肯走吗？对，也是啊。那我们小心点保护她吧。哎，有一件事情我不太明白啊，5年前，霍泽宇为什么这么对付你啊？对，这个问题我想了很久，他为什么这么对我？5年前，霍氏集团没有今天这样的规模，它只是一家在香港上市、注册资本有500万的小公司。后来为了扩大规模，在海外注册了空壳公司，利用可换股文具吸引到了国外机构投资者的大量资金，慢慢的才有了今天。可换股文具实际上是股票的看涨期，它的价值高低取决于公司未来的业绩，业绩好，它的价值就能兑现，否则它就是一张废纸。是，这就是对赌协议的根本。所以啊，在那个时候，霍泽宇只能赢，他不能输。但是爱丽丝在5年前也就是刚刚成立的公司，按理说，霍泽宇应该是不把你们放在眼里的。你只说对了一半。的确，爱丽丝在那个时候是刚刚成立的新公司，可是他已经成功的吸引了很多投资者的注意，估值已经超过了注册资本50倍之多。那你为什么不同意投资扩股？这对公司发展一点坏处都没有。你可以说我固执，也可以说我自私，因为我不想让别人介入到我的事业，或者说，我不想为了完成资本目标，只追逐利益。霍泽宇应该是把收购 Alice 变成了他商业板块扩张的重要筹码。他一定没有想到我会反对，而且那么坚决。是我也找人杀你，你自己不爱钱就算了，你还阻碍别人赚钱。我要死了倒好了，浪费那么多时间，牵扯那么多人，我错了。利益面前，人怎么可以变成这样？行了，别想那么多了。如果你继续履行承诺的话，这事儿我帮你。没想到你第一次做蛋糕就能做得这么好吃，厉害了吧？那当然了，我弟弟可是世界上最厉害的。对了，我现在也已经长大了，有能力独自面对自己的生活。我觉得你可以去过你自己想要过的生活了。看来我弟弟真的是长大了，都能说出这样的话了。等我把B市完全交到你手里，我就可以过自己想要的生活了。我不想要接手B市，我想要有属于自己的人生。胡说！你是 B 家唯一的男人，公司必须由你来接手。我想要打拼出属于自己的成就嘛。你想打拼，来公司一样可以打拼。你可以从基层慢慢做起啊。我不管你想不想，反正 B市迟早都是要交到你手里的。你刚才不是也说吗？希望姐姐能过自己想要的生活。那你就早点来公司熟悉业务。我把公司交给你了，我不就可以过自己想要的生活了吗？我想要打拼出属于自己的一片天，跟我自己喜欢的人一起。好吧，我可以给你几年的时间，自己在外面折腾。但是时间一到，你必须回来接手公司，因为公司只能交到你手上。姐，这么说，你是同意喽？
真是受不了你。那你有没有想过自己想做什么？不如我给你收购一个摩托车的顶级品牌，怎么样？我想要做传媒。传媒，好啊，那我正好把毕氏传媒和互联网公司交给你一起打理。不要，我想要自己创业。你想要自己创业？那你可不可以给我启动资金啊？说吧，要多少？200万？2000万？2亿。2亿？好，反正钱不是问题，但是你必须先让我看到项目投资策划书。干嘛还要评估啊？如果你只是想买一艘游艇或者是什么别的，那当然不需要。既然你选择做生意，做生意就有做生意的规矩。我是不可能告诉你我投资标的的。OK， 没问题啊。那你也别想拿到钱。姐，你不要这样，你相信我，我一定可以做好的。你到现在还不肯跟我说实话，是不是？是那个陈伟叫你回来要钱的吧？你那个所谓和自己喜欢人一起生活的伟大计划，也是他灌输给你的吧？不是这样的，你怎么可以这样说他？他不是那样的人。那我就让你看看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人。老板，你自己好好看看他是什么样的人。他接近你是为了咱们家的钱。